演唱会神机终于要换人做了，变成 iPhone 17 Pro Max 了吗？可以聊朋友连。那今天的新闻很兴奋哦，至少我自己觉得，那或是很多年认为 iPhone 多年来没有太多进步的人，听到今天的新闻或许会稍微兴奋一点，跟我一样。对，我们今天就是要针对 iPhone 17 Pro 跟 Pro Max 的相机模组来做更多的探讨还有解释。那其实呢，我们大概做了1-2支关于 iPhone 17相关的爆料，但是先前比较多的消息都是针对在那支比较新的机型 iPhone 17 Air。那谈到 Pro 相关的时候，大家可能比较多看到就是这个相机模组排列的更改，变成一个直排式的，非常像现在的 Google Pixel。那我们一样先说爆料，就是爆料现在距离新机的上市还有9个月的时间嘛，但是我们知道手机开发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时长哦，通常都是在3年上下，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年以来这些爆料的新闻跟消息都绝对是有它的准确性在，只是最后到底是哪一代出现，或是哪一些功能出现呢，它多多少少会有点落差。而这个全新直排式的相机模组，我们就先当它是真的。那如果真的改成这种直排的设计，会带来什么问题？那针对这些问题呢，大家有没有想出什么解决方式？那也或许是苹果早就找好解决方案，而且可能让这样的相机排列在未来使用上更加的合理。那也像我们标题讲的，可能摇身一变 iPhone 17 Pro Max 变成真正的演唱会神机。那我们相信这个改变呢，也可能为手机市场带来更大的革命。那针对这个新的相机排列设计呢，不管是很多的用户、观众啊、外媒啊、媒体都有相关的讨论。那我们今天会一起提出所有有趣的看法，但最重要的会提出我们自己的看法。那最后也是希望大家观众可以提出你们自己的想法，或者说你们知道的事情，在下面跟大家分享。那首先针对有人在想外框改成铝合金的这一点，有一个说法是因为现在新的 iPhone 17 Pro 啊，它整体在机壳上面会有更多的金属包覆。那对比先前只有单纯在外框的部分呢，现在可能在背后整个相机模组也要开始使用金属。对比前2代如果都是使用钛合金的话，首先第一点就是成本上面的考量，钛合金不管是它在本身金属的成本上面，或在加工的成本上面，都是比铝合金来的高，那塑形上面也更加的困难。那第二点呢，就是它的重量。那钛合金虽然相对先前使用的不锈钢来说呢，是稍微轻了点，但是对比铝合金，铝合金还是最轻量化的选项。如果在机壳增加金属使用上，如果又再使用钛合金的话，也不难保整体 iPhone 手机的重量又在增加。那最后就是散热。那钛合金它的散热系数呢，虽然是比不锈钢稍好，但是还是没有比铝合金来的好。那这些都是很直接的从它的材料成本还有材料本身上的角度来看。那当然对比起来，钛合金还是有它在硬度上面的优势。那毕竟现在大家都还是装手机壳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有必要为了这个单一的优势而去牺牲掉我们刚上述讲的3点：成本、重量还有散热？而你如果去想这样的新设计，它也包覆到整个相机模组的话，那这个其实在先前拍摄照片还有拍摄影片，你时间一拉长的时候，像我们都有用这种热像仪去看它，你会发现相机周围的温度升高是非常急剧跟明显的。那先前都是玻璃嘛，那如果现在连相机的边框也用成铝合金帮助它导热的话，那肯定也会对整体 iPhone 散热上面更有帮助。那无线充电呢，他们还是会在相机的模组下面保持使用玻璃。OK， 那所以上述的消息就大致上他们去解释说，为什么使用铝合金可能是相对合理的一个选项。那下一个大家最多质疑的就是说，这个长直条椭圆形的相机排列设计到底合不合理，还有它带来的问题要怎么解决。那现在其实有非常多不同的爆料来源，你今天不管是中国、日本、美国、俄罗斯，他们都有相关的爆料出来说，相机可能会采用这种横条的设计。那其实 Google Pixel 好像记得是6的时候就开始使用这种横条的设计，那改变到现在9 Pro 大家可以看到是整个椭圆形的模组。但 iPhone 不一样啊， iPhone 如果改成这样的排列后，第一个大家最多想到的问题就是 iPhone 16才刚刚改变他们相机排列，就是为了在横拿的时候可以拍摄空间影像。那现在又把它改成横摆，那先前的改变就没有意义，或者说他们是不是要放弃空间影像的拍摄？那其实这边很多不同的解释我们会一一说到。第一个解释的方式，那最便宜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空间影像当然还是可以拍摄，可是就变成直视的格式。那所以大家这样手机使用的习惯的改变啊，你可能花更多的时间在看的这个内容也都是直视的内容，甚至不只是短影音现在有很多长片也是用这种直格式的方式去拍。那同时大家在社群上传的这些影片也越来越偏向了直视，所以这个也导致大家在平常拍摄使用的习惯也会往这个方向去发展。那至少我知道身边很多人在拍摄影片的时候都会很优先的直拿手机的方式来拍摄，这个当然也可能跟你的年纪和世代有差别，但是我看新世代人几乎都是这样拍了。那以空间影像的方式来看呢，毕竟这个还是一个未来的格式就是很少人目前可以看到空间影像，或者说有这样的装置来看它。大部分人都没有买 Vision Pro 嘛，代表说现在会记得用这种模式来拍摄的人都是为了未来做准备。那以现在在这个内容市场，如果说直视影片已经占大宗的情况下，那5年10年后会不会有更多的影片也都是直立拍摄？那大家观看的习惯是不是也都是习惯看直视影片？那所以就考量回来是否让空间影像也支援
元直立式的拍摄或许它更有意义，但这样呢也就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垂直的影像拍摄放在空间影像的这个格式里面，观看的这个角度里面，那整个宽度跟视野是不是更加的缩限？那其实这边就可以讲到现在市面上有一些相机的一些做法跟解法。就我们举例啦，像相机它感光元件嘛，如果说这台相机搭配的感光元件比例是4:3左右，那当它在拍摄的时候，如果可以选择用整个感光元件的方式来拍摄，然后在它拍摄的成片去保留整个感光元件上面的画素，那以一个4:3比例的感光元件来讲，你事后要做裁切，不论你是要横式的裁切或直式的裁切，它都有更多的空间，因为你整个感光元件上面的画面都记录下来了嘛。那如果用这种模式拍摄的话，你今天不管拍小孩、拍演唱会、拍任何东西，你就不用再去思考说，我现在这个画面我以后要放在什么格式上面，我要传给谁，放在什么社群平台上面，我应该用横式还是直式来拍，你就用你最习惯的手持方式直接来拍摄。拍摄完毕之后，也全部都保留无损的 4K 画面。那依照你要上传的平台点选不同的设定，最重要的是你在拍摄的时候整个画面都保留下来了。那美国也是一个专门讲苹果的频道 MaxTech， 他们有分享一些不一样的看法。那我这边感觉起来，我觉得他们看法又更加实际的一点，对苹果而言几乎可以从现在的方式无痛直接转过去。他们认为苹果根本也不用为了这项功能去客制化它的感光元件，因为在目前提到的 iPhone 17 Pro 爆料之中呢，他们连长焦镜头的这一个感光元件都会升级到4800万画素，所以是iPhone 首次在3颗镜头都有4800万画素。那这样带来的好处是什么？就是这样的感光元件不论是横拿或是直拿的时候，它怎么去做裁切，它最终的影像都可以保留到 4K 的画质。那甚至是苹果的运算能力很强嘛，像我们电影级模式也看得到，它一次就可以拍摄很多层不同的影片再堆叠起来。那如果在拍摄一般影片的时候，它直接记录2种到3种不同格式的影片，你就可以一键去选择不同的比例了。然后在你选择比例的时候，它也自动帮你置中跟裁切好你要追踪的主体，就有点像我们现在 iPhone 16有这种录音室等级的收音模式，它也在拍摄的时候直接在里面帮你做好后置，把音轨都切开。那现在它进一步的把它放到影片上面，拆成不同比例跟格式给你。那进一步到空间影像，变成你只拿手机的时候，你今天想要拍直视的空间影像跟横视的空间影像，它都一样办得到，而且同时还可以保留 4K 画质的空间影像。那基本上在你平常拍摄的题材上面，你就更不用事先去想好说，我今天这个影片应该选择哪个模式去拍。那这个就不单单只是演唱会升级的，完全把 iPhone 拍摄影片的功能规格又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那最后我讲一下我自己的看法。那如果说我们单纯看一下 iPhone 16 Pro 相机上面的规格跟表现如果你要说突然这个1年的转换 iPhone 17 Pro 就有这么大革命性的改变，与其说不相信更应该是说我们是否都对苹果没有再有那么高的期待。但如果我们细去看里面这个功能性的分析以苹果现在每年 iPhone 上面的进步，他们其实最着重的似乎也都是在影像拍摄上面。那我们上述这些功能呢，其实对硬体组件本身的要求并不大，或更精确的说，对相机模组的要求并不大，而且真正最有要求的可能就在处理器的运算能力。那这一点恰巧又是苹果自己本身最强项的地方，处理器完全是自己设计，那他们有完整的控制权。近年来的电影级模式就像我刚提到嘛，它不就是在 iPhone 13的时候就已经推出这项功能，那所以苹果其实早就在做类似的事情了。那加上呢，这项改变其实对空间影像有做出一个更完美的解法，那也可能是他们在改 iPhone 16相机排列设计的时候，激发出他们找到一个更完美的解决方式，直接不用让相机排列设计去影响未来空间影像的发展。那以我自己是一个很爱拍摄影片的人，用 iPhone 的时候我还是都有使用电影级模式还有空间影像，但是也常碰到一个问题，就我要去选择，就是我点下去的时候，我今天要拍摄空间影像呢，还是我要拍摄这个电影级模式。试想如果我今天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我就手机从口袋里面抽出来，习惯性我也是直接直立拿着，不用再为了拍摄空间影像要横拿，或者是想要保留 4K 而去牺牲掉空间影像的拍摄。那单手操作拍摄这些功能其实都更加的方便。所以我们依自己的使用习惯需求这个出发点去看的话，其实这样的改变，这样的设计我们知道苹果从来不会为了改变而做改变，它一定在这个设计后面会包含它实际使用上的意义。那这样看起来似乎又非常的合理。那当然这会不会是苹果最终的设计方案，或会不会在今年的 iPhone 17就推出，我们当然还不知道。那如果真的推出之后呢，会不会也带动其他厂商开始使用类似一样的设计？我个人觉得应该是蛮肯定的。那但最终结果如何呢？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那在影片最后还是希望大家分享你们自己的看法，你们觉得上述这些分析合不合理？针对这个相机模组横式排列的设计，如果它背后带来的是在你平常拍摄上面赋予你更大的自由性，更多的格式选择，那你是不是真的还会那么在意它到底设计好不好看？我个人觉得其实是还 OK 啦。那你们怎么想都可以在下面一起留言。OK， 那今天影片先到这边，我是不用点，我们下次片见，拜。